190。哇，那好毛哦。不是那个毛，不是很麻，还是很感动的一个爱情。他就问我说这什么，我就说哦分手信啊。你不要这么大啦啦！如果多有我们这期真的会疯掉哎，我都已经快受不了了。按订阅不用钱啦。大家好，我是我是 Helen。今天我们要来聊黑人的感情。你是我这系列唯一一个邀请到的女生。我们圈子大家都想了解我们对于性向的一些一开始喜欢一个人的感觉，然后大家为什么喜欢男生，然后这就想邀请到黑人来聊聊你的初恋。啊？我现在是有口红吗？有，好像没有了，为什么这样？你现在要补吗？怎么会有这种来宾啊？你有义无反顾哦。重点是为什么你要带3支口红？看一下我要擦哪一支？我刚刚那支呢？你有带药膏啊？擦嘴巴。那这是精油吗？怎么变成这如席行礼？这2支啊，3支不是吗？哦，对。好，回归主题。好，请问黑人第一次的恋爱感是什么时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不仅止于朋友。应该是在15岁的时候。那很晚嘞。因为小时候就是对爱就是会有点。在电视上看白雪公主那种很讨人厌的那种真命天子偶像剧啊，对，第一次一定要给最重要的人，对，然后殊不知根本是 shit， 谁管第一次啊？每个都第一次啊，因为每次都遇到不一样的人啊，都是第一次啊。哎，价值观又要带回人家。是在15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交一个男朋友，然后我觉得这男朋友他影响我很多，也算是初恋。很厉害，初恋就是第一就成功，就当然没有了，因为很少人会这样，第一次通常都是一个暗恋的感觉。你相信7秒定律吗？我相信你每次都讲到7秒定律，这第2次了。我真的很相信7秒定律，就是你看一个人一定会有一个感觉。一定，因为我拍一个系列叫做找陌生人吃饭，我跟这人讲话，就一开头我就大概知道这个人可不可以跟我拍片的那种概念。我总不可能找一个陌生人吃饭，然后结果不行，然后他还答应，然后我们就硬吃，然后整个集很尴尬。就是一个直觉了，然后大概就是我那时候15岁的时候，我就遇到我人生中的初恋。我跟他的剧情真的很像8点档偶像剧。我想先聊你跟他是怎么样认识的？你知道国中的时候都会有记忆班这种东西吗？记班，记忆班，开玩笑，你超很好笑的，你有事吗？怀疑在镜头面前学记忆很讲的冷笑话都被多他翻白眼，然后只有你会笑成这样子。所以记忆班怎么样？我那时候国3，然后他是我记忆班的学长。对，怎么可能学长？真的学长？就是我们去别的高中上课，然后他是就是带我们上课的学长。你好会哦，勾引学长。没有，因为我很高。没有，摸头发，然后呢，很高怎么样？男生喜欢高的很少哎。然后他也蛮高的，他190。你喜欢哇？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他这个人是个很幽默的人。他讲什么我都一直狂笑的那然后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看过他了。哈，上过1次课就再也没看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去记忆班是1个礼拜去1次，后面就可能是别人带这样。对，我做美业美发，然后他也是美容科的，美容科就是男生很少，女生很多。对啊，美容科通常都是 gay 耶。他不是。好神秘哦。不一定全部都是。对呀，就是比较神秘。对，就少部分是直男。那时候就是他同学带，然后我就认识他同学，然后我就会跟他同学聊天。他同学是女生，那个学长他191公分，就问他说，为什么最近都没有看到191啊？191代号。对，他就说哦没有，因为他在上课，他在做别的事情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学校就是期末到成果展，我就有看到那个，再就看到191了，因为他很亮眼。对，我有看到他，然后我有看到就是跟我聊天的女生，我就有跟他说，哇，你今天表演很好看，然后我有看到191啊。表演？对，他们成果展就有表演。表演什么？就是走秀之类的。表演剪头发吗？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想认识191吗？那个191没有来帮我们上课，可是我还是会在学校可能就是会看到，偶尔看到。对，但我们不会讲话。然后为什么第一次你那么喜欢，你觉得他那么幽默，你后面没有给他？我那时候没有喜欢，我那时候是就只是觉得这个人好有趣而已。对，反正就是在他朋友的介绍帮助下，我就认识了191。那个时候就是 IG 还没有那么盛行，那时候还是脸书。然后你就加他 Facebook？ 没有，就是他就问我说你想认识191吗？我就说我不敢。然后他就跟那191讲，那191就跑来加我脸书，然后加了确认好友之后，然后我们都没有传讯息什么的，他同学就叫我去传给他说我要来勾引你，他没有传讯息给，不是，他叫我传给191说我要来勾引你，这是什么？不行吧？女生不要闹哎。他们就是直接会这样闹来闹去，我就说好我不敢，然后反正那个191他自己拍密，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然后他是巨蟹座，他就是像你说就是很会照顾人，然后他就是会对我嘘寒问暖，然后我们就是一直聊天，然后就是聊到废寝忘食，也没有到那种地步，然后但
就是会跟我报备啊，会聊一些就是对某些事情上的看法，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事啊。他是个很自律的人，我觉得就是跟他相处久之后，就会有点慢慢的影响我。我们在聊一个礼拜，我们就在一起了。这不什么原因吗？就是会觉得他是个很好的男生，好像可以试试看。那时候才15岁，所以你也不知道就是对感情是对感情的幻想。对，因为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样才算是真的喜欢。还有什么样才是算真正的男朋友？因为没有交过男朋友嘛，不知道那个感觉是怎么样。我觉得自律是好的，那如果在无形中也能影响到我，那我觉得没有不好。对。然后，因为你爱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很自律嘛。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知道他自己在干嘛。但是他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念美容科，就是我后来国中毕业，然后我也去念美容科。他知道他以后就是要走这行。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说好，我们要成为很出色的彩妆师。是有梦想的，是要一起有一个目标的一对情侣。是因为喜欢而在一起。对，还有共同目标，然后相处起来，好棒哦。然后我们就是有说好，以后有能力我们要一起就是去欧洲看看这个世界，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巴黎。听得好毛哦。不是那个毛，不是很麻，还是很感动的一个爱情。对，但是后来分手原因就是因为我上高中，然后我觉得高中很多事情都很新鲜，因为我念美容科，很多男生都会跑来美容科看就是新生长怎么样，就认识更多人。我们就有短暂分开一阵子。很好笑的是，因为新竹很小，我那时候跟别的追我的学长去看电影，然后191跟他学弟去看电影，然后我们还看同一个场次。好抓嘛！你跟一个男生，然后他跟他学弟，然后我还去跟他打招呼。那时候我们已经分手了。我觉得要打哦，那还可以接受。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很喜欢买球鞋，我就跟他说，我们要不要一起买一双鞋子？后来就是那鞋子还没到，我们就分手。我写一个分手信给他。里面内容大概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啊，我们现在有遇到一些事情，那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就觉得那我们就去接受它，就是希望我们分开之后都可以越来越好。如果等到有一天真的能够在路上遇到的话，我希望那时候的你很好，然后我也是好的这样子。那不错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写分手信给他，然后去找他拿鞋子。那个时候他站在走廊的底，我站在走廊的头。要多偶像剧啊！然后我们就走到那个走廊的中间，他就拿着鞋子给我，他就跟我说拜拜。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又回头，他走到底，我走到头的时候，走到一半，我突然大叫他的名字。我就大叫他的名字，他就回头。我的少女时代。他就回头。你这个大笨蛋！没有，没有。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然后怎样？然后我就这样小跑步跑过去，我就从我后背包的那个口袋就直接拿出那个分手信给他，我就说这给你。你干嘛不同时给啊？因为我忘记了。难怪你要叫他，他们说你要躲在那边，然后还带喇叭在那边放个音乐，超烦。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跟我说这是什么，我就说分手信啊。你不要这么大啦啦，你都再回家给你看就好了。如果多了我们这期真的会疯掉哎，我都已经快受不了了。你可以冷静吗 ，Helen？ 在去年的11月，我上大学，还在这条线还在，你的初恋好长哦。然后就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因为我大学我也是念美容，老师就是希望我去比赛，就在比赛的现场遇到他。哇！他是我的评审，我其实知道他这几年去了很多地方，然后他也去了发展的蛮不错。对，他也去了巴黎，真的去了巴黎了。然后他也变成很出色的彩妆师、老师、选手，然后有很多学生。我那时候当下我的感觉是百感交集。对，我会。然后他因为他比较高，所以他很亮眼。然后现场的女生就说：“哇，好帅哦！我想跟他拍照。”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就跟我班导说：“这是我前任。”我老师一直都知道。为什么老师会知道？因为他在美业很有名。有到这么厉害？你们才2个月而已。对啊，因为发展这么好。比赛啊，然后就是收了很多学生，所以他就蛮有名。他那时候就是看了我一下，我说：“你知道是谁吗？”没有。我说：“嗨，好久不见，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就大概看了一下，然后就摇摇头。我就说我是，他就说他知道我是谁，我就说你过得好吗？他就说很好啊。天哪！然后他就因为他是评审，他就说那我先去忙。我就说好。我已经不爱他了，很正常，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内心深处的一种爱吧。对，很单纯在一起的一段感情。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杂质。我对于我的每一份感情都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长越大越没有，我觉得纯这种东西是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少。而且我是对我每一任就是都会有感情在，现在遇到我还是会很开心跟他们打招呼。基本上很少会有那种会互相封锁，然后互相骂来骂去的前任。我就是这样的，而且我再看到我还是会很开心，就还是有那种爱在的。然后我也不会去伤害对方，你应该也是吧？可是你看到他们还是会开心吧？我觉得不是开心，是会。我的开心就是那种悸动。
而不是很开的那种，就是会有一种我就是以前在一起，然后就很珍惜这种感觉缘分嘛。我不会，我不是说我跟他6年都没有联络了，对。但其实这6年来我一直都很后悔，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好好对他。如果我们还在一起的话，会不会很多事情都不一样？可是可惜没如果。又来换来什么歌？不为自己洒脱换来的是有可惜没如果。所以我拍这主题，你给我在那边唱主题曲哎。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这世界上我觉得就真的不用后悔。后来就是会一直活在那个后悔里面。我觉得你要换个角度想，你不需要痛苦啊，变成是你的养分啊。就是会觉得说应该要再做得更好。不用，应该要对他更好。不用，缘分就是这样子，你不需要去追求更多，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啊。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就一定会有离开那一天，不可能一辈子啊。拥有就是失去的开始。对啊，所以你就不需要去追求这些啊。我就觉得每份感情很遗憾啊，不用遗憾，它就是给你生活上的历练跟经验。人生不就是要体验的吗？你不是说世界很大？世界很大啊，那干嘛要执着在这里？世界很大，所以当你发现就是有些人是真的，而且错过就不会再遇到。重点是你一直在觉得错过这个人，错过这个初恋。你如果一直跟着191在一起，那你是错过更多。可是我如果跟他在一起，我如果得到更多呢？没有这种事情。你怎么知道？说不定我真的也去巴黎。说不定他之后很控制你啊，不好说。那人是会变的哦。人才交往7个月而已，我不是不懂，7个月看不出来人性。有人可以保很久。你知道我跟他都没吵架过。一开始我跟某些人都没有吵过架。你个脸很靠背。这是事实啊。我跟他完全没吵，他真的对我很好哎。有些好是一开始，你不要再执着再下去了。我觉得千万是左上角的他 IG 可以做 Helen， 你是我访问这么多集就是最不一样的一个初恋，而且偶像剧，这个好偶像剧是中一个点，但是就是很多细节可以去想象。那我想请问你，自从初恋后，你对于爱情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在我这个初恋过后，我觉得要找到像他一样，因为那个原因的在一起的就没有了。而且现在社会就是因为大家工作越来越忙，越少那种学生纯粹的约会，而且大家现在会逐渐社会化，这点很可怕。就像我们可能都是为了要一个爱，可是对方可能就会用各种金钱或是各种东西去包装，然后再情绪勒索你，就是有毒的关系。然后他们就会把自己说的一切付出都是理所当然。我有一阵子也会这样对我的好朋友，就是我觉得我跟他这么好，那我就出国买个东西伴手礼给他，我就觉得他应该要收了这份礼，然后我就觉得他应该要对我更好。但是我后来仔细想想，我的出发点错了，这根本不是交朋友的一个出发点啊。朋友最纯粹就是大家一起开心快乐，而不是你对他付出越多，你就该得到越多东西。这完全都是我觉得很不好的一个想法。这是我最近在学习的一件事情，纯粹很重要，只能这么说。所以我觉得蛮感动，而且谢谢旭航自己一直帮我，然后海伦，对他自己我觉得他蛮久的，哇靠，40分钟。